成都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，是四川的省会和最大城市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，成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人文底蕴。它以其独特的美食文化、古老的建筑和繁华的商业区而闻名于世。成都被誉为天府之国，它的温暖气候、富饶的土地和友善的人民，使其成为一个迷人的旅游目的地。如果你喜欢美食、历史、文化，还有那种让人放松心情的慢生活节奏，那么你绝对不能错过这期视频。成都，这座位于中国西南的城市，有着超过3000年的悠久历史。作为四川省的省会，这里不仅是国宝大熊猫的故乡，也是川菜的发源地。无论你是一个历史爱好者，还是一个美食达人，成都都能满足你的一切期待。成都，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，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独特的魅力。今天的视频将带你深入了解这座城市，感受它的独特风情。相信你会和我一样，爱上这座充满魔力的城市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并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精彩内容。现在，快跟随我的镜头，一起开始成都的奇妙之旅吧！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，一个让全世界熊猫爱好者心驰神往的地方。它不仅是大熊猫的家园，更是一个集科研、教育、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近距离观察到这些憨态可掬的国宝，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，甚至有机会见证它们的成长过程。基地位于成都市北郊，占地面积广阔，环境优美，模拟了大熊猫的自然生态环境，为大熊猫提供了一个接近野外的栖息地。这里不仅有成年大熊猫，还有新生的幼崽，它们或在草地上打滚，或在树上攀爬，每一个动作都能萌化你的心。特色之一是基地的熊猫幼儿园，这里聚集了一群活泼可爱的小熊猫，它们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照料下茁壮成长。游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小熊猫们的日常活动，甚至有机会看到它们学习如何吃竹子，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。此外，基地还设有大熊猫博物馆，通过展览和互动体验，向游客展示大熊猫的历史、生物学特性以及保护工作的重要性。这里还有专业的讲解员，他们会为你讲述大熊猫的故事，让你对这些珍稀动物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冒险溪谷区是另一个值得参观的区域，这里分为多个馆，每个馆都有几只熊猫。游客可以在这里更清楚地了解熊猫的日常生活状态，包括它们的饮食、行为和生活方式。熊猫塔是大熊猫基地的标志性建筑，这座高约70米的金笋建筑风格非常独特，也是拍照的好地方。游客可以在塔顶上眺望整个大熊猫基地，观察熊猫的一举一动，感受大自然的魅力。大熊猫基地是一个集熊猫保护、科研、教育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场所。这里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大熊猫的机会，也为推动全球熊猫保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无论是对于动物爱好者，还是对于想要了解更多自然生态和科学知识的人来说，大熊猫基地都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好地方。都江堰为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，是古人智慧的结晶，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都江堰附近景色秀丽，文物古迹众多，宝瓶口、飞沙堰、鱼嘴是拜水都江堰的精华所在。看滔滔江水向东流，感受都江堰的宏伟壮观和气势磅礴。都江堰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，始建于公元前，是秦代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众修建的伟大水利工程。它巧妙地利用自然地理条件，以无坝引水为特色，自流灌溉，使堤防、分水、泄洪、排沙、控流等功能相互依存，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灌溉系统。都江堰的存在，不仅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，更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与勤劳。历经千年风雨，都江堰依然坚固耐用，发挥着防洪、灌溉、发电等多重功效，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。如今，都江堰不仅是一处水利工程，更成为一处旅游胜地。游客们可以在这里领略到大自然的秀美风光，感受到古代水利工程的神奇魅力。同时，
都江堰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访。青城山是中国4大道教名山之一，素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。青城山分为前山、后山2个景区，前山以人文古迹为主，道教宫观众多，茂密植被掩映下的古典庙宇十分有韵味。后山以秀丽风光为主，原始自然，群山连绵苍翠，飞瀑流泉不绝，体会清幽洁净之感，十分惬意。青城山，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的主体景区，同时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及国家5A 级旅游景区。它坐落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西南，山峦叠翠，林木葱茏，四季常青，因而得名青城山。青城山不仅自然景色秀美，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著称。作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，青城山被誉为活的道教博物馆及道教文化、古建筑文化、青城武功、青城易学、青城丹法于一山之中。这里的36峰、72洞、108景以及玉谷栈道、渊潭水帘、灵谷飞瀑等自然景观，构成了一幅幅幻化无穷、令人神往的精美画卷。青城山以其幽、秀、雄、奇的景观特色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访。1亿8千万年的板块运动与道家思想的注入，使得青城山成为华夏大地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的双高峰。无论是追求自然之美，还是探寻文化之根，青城山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去处。武侯祠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，是为纪念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而建的砖祠，也是一处集纪念、历史、文化、园林于一体的著名古迹。武侯祠是著名的三国圣地，也是全国唯一的君臣合享庙祠。来武侯祠探寻三国文化，了解蜀国英雄的事迹，景区有汉昭烈庙、文臣武将廊、诸葛亮殿、三义庙等好玩的景点，其中红墙夹道也是必去的地方。红墙灰瓦，竹林葱茏，拍照打卡十分出片。武侯祠内古柏森森，高大茂密，呈现出一派静谧肃穆的气氛。这些古柏见证了武侯祠的历史变迁，也承载了人们对诸葛亮的敬仰与怀念。唐代诗人杜甫的“丞相祠堂何处寻，景观城外柏森森”的诗句，更是将这一景致描绘得淋漓尽致，使之成为了成都的10景之一。除了古柏，武侯祠内还有众多历史文物和建筑，如刘备殿、诸葛亮殿等，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和特色。在这里，游客们可以领略到三国时期的历史风貌，感受到诸葛亮的智慧和忠诚。其中，三绝碑是武侯祠的镇馆之宝之一，此碑因碑文、书法、雕刻都堪称一绝，故得此名。碑上清晰地记载了诸葛亮理政、执法、治国和治军的思路与智慧，以及当时人们对诸葛亮的评价与反馈。参观武侯祠，不可错过这一重要历史遗迹。武侯祠内保存了大量的三国时期的珍贵文物和历史记载，是三国文化爱好者的天堂之地。漫步于红墙黛瓦与碧绿翠竹之间，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三国时期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气息，对三国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。无论你是对三国历史感兴趣的游客，还是热衷于历史文化的研究者，武侯祠都将是你不可错过的参观之地。锦里古街全长350米，紧邻著名的武侯祠博物馆，以秦汉、三国精神为灵魂，明清风貌为外表，川西民风、民俗为内容，充分展现了三国文化的外延。夜晚的锦里更是璀璨耀眼，流光溢彩。作为成都的一颗璀璨明珠，锦里古街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浓厚的商业氛围，吸引着无数游客。锦里古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00多年前，曾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之一，自古便有天下第一街的美誉。走在锦里古街上，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，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年代。青砖黑瓦，飞檐翘角，古色古香的建筑让人流连忘返。街道两旁，特色店铺琳琅满目，汇聚了各种四川美食和地方特色小吃，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，也能领略到成都的历史文化魅力。
宽窄巷子位于成都市青羊区长顺街附近，是一座由平行的宽巷子、窄巷子和连接的井巷子组成的古老街区。这里因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而闻名，与大慈寺、文殊院并称为成都的3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。宽窄巷子的建筑风格充满了复古气息，青砖黛瓦的建筑群与文艺气息相互交融，既有岁月遗留的历史感，又充满了现代人热爱复古元素的风格。这里是成都慢节奏生活的一张明信片，你可以在休闲场所泡一泡茶馆，享受采耳的乐趣，或者拍照摄影尽享时光。这里的岁月静好，让人体验到了成都的慢生活。宽窄巷子也是吃货的天堂，琳琅满目的美食让你可以尽情的逛吃。这里的特色小吃一定要品尝一下：甜水面、担担面、麻辣兔头、叶儿粑和3大炮等，每一个口感都非常丰富，美味可口。宽窄巷子的巷子有宽有窄，走上一遭你会发现人生亦是如此，宽有宽的生活，窄有窄的收获。人生之路有宽窄，宽窄之路皆是路。这也许就是宽窄巷子给我们的最大启示。无论生活宽窄，我们都要积极面对，发现生活中的美好，珍惜每一个收获。宽窄巷子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气息的地方，不仅展示了成都的特色美食，也展现了成都人的生活态度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宽窄之间的人生哲理和成都的慢节奏生活的魅力。文殊院是成都著名佛教寺院，供奉着文殊菩萨，可上香参拜，也可祈福许愿。寺院历史悠久，红墙黛瓦的建筑精致典雅，古香古色，苍松翠柏掩映其中，环境清幽淡雅。走进这片闹市中的一方净土，感受内心的平静。文殊院始建于隋朝大业年间，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。经过多次修缮和重建，如今的文殊院坐北朝南，占地广阔，建筑为典型川西平原古建风格，以木构建筑为主，整体呈现出古朴典雅的风貌。文殊院内最为人称道的，莫过于那晨钟暮鼓的悠扬钟声。每日清晨，当阳光初洒，文殊院的钟楼便会传来深沉而悠远的钟声，它穿过寺庙的每一个角落，回荡在成都市区的上空，为信徒们送去慈悲与智慧的祝福。钟声不仅代表着佛教的智慧与安宁，更成为了成都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盼。此外，文殊院内还珍藏有众多佛教文物和古籍书画，展现了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无论是对于信仰者还是文化爱好者来说，文殊院都是一处值得探访的圣地。杜甫草堂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清华路37号，是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故居之一。公元759年，杜甫因安史之乱离开长安，辗转来到成都，在这里度过了4年多的时光。草堂位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，环境清幽，景色宜人，是杜甫创作的重要场所之一。杜甫草堂不仅是一处历史文化遗址，更是一座集自然美景与人文情怀于一体的综合园林。园内的主要建筑包括正堂、草堂、工部祠、花径等，这些建筑既保留了古代的风貌，又充满了诗意。在这里，游客可以追寻杜甫当年的足迹，感受他在浣花溪畔的生活情景，领略他诗歌中的豪情与哀愁。草堂内还有丰富的杜甫诗歌碑刻、书法作品及文物展览，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生动再现了杜甫的生平事迹和创作历程。成都杜甫草堂不仅是对杜甫精神的纪念，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。无论是诗歌爱好者还是历史文化爱好者，来到这里都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，体验到中国古代诗人的生活风貌和心灵世界。杜甫草堂已成为人们心中一处不可替代的文化圣地。总之，成都杜甫草堂不仅是一处古老的建筑，更是一座凝结着文化沉淀与历史记忆的精神殿堂。它通过诗词、书法、建筑等多重文化符号，向世人展示着唐代文人墨客的生活面貌，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，也是每位文化探索者不可错过的精神圣地。春熙路位于成都市锦江区，是一条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商业街，吸引着无数游客和本地居民。这里不仅是购物的天堂，更是一个汇聚了文艺、
创意和美食的综合性娱乐场所。走在这条街上，你可以感受到现代都市的繁华与传统文化的交织，随处可见的文艺书店、创意工作室和特色美食让人流连忘返。春熙路的太古里是这片区域的时尚心脏，云集了众多奢侈品牌和设计师精品店。这里是成都的网红打卡地，吸引着大量时尚爱好者前来购物和观光。漫步在太古里的街头，你可以随时邂逅全球知名品牌的最新款式，也可以在时尚咖啡馆中品味一杯香浓的咖啡，享受悠闲的购物时光。除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和诱人的美食，春熙路还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。IFS 大熊猫雕塑前是游客必到的拍照圣地，每天都能看到许多游客和本地居民在这里拍照留念。这里不仅是拍照打卡的好地方，还是一个欣赏街头艺术和时尚走秀的绝佳场所。你可以看到穿着华丽、时尚独特的人们在此驻足，仿佛置身于一场永不停息的时尚秀中。然而，春熙路的魅力不仅限于此，这里还是一个文化胜地，拥有众多博物馆和历史建筑，展示着成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。你可以参观这些博物馆，深入了解成都的历史背景，或者在古老的建筑前拍照留念，感受历史与现代的交融。春熙路周围还有许多美丽的公园和景点，是散步和放松的理想场所。你可以在这些地方漫步，欣赏自然风光，享受宁静的片刻，体验成都独特的城市魅力。总之，无论你是来成都购物还是观光，春熙路都是一个必去之地。在这里，你不仅可以找到心仪的商品，还可以体验到成都独特的文化氛围。如果你计划来成都旅游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充满魅力的购物天堂。成都环球中心位于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，是一座集游艺、展览、商务、购物、酒店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宏伟建筑，占地约1300亩，总建筑面积达到惊人的176万平方米，被誉为亚洲第一大单体建筑，可容纳20个悉尼歌剧院或3个五角大楼。2013年9月正式开业，至今仍是成都乃至中国的一颗璀璨明珠。新世纪环球中心的整体设计灵感来自飞翔的海鸥、起伏的海浪，在阳光和水景的映衬下，宛如一座水上聚宝盆。建筑全长500米，宽400米，最高点达130米。建筑主体以海蓝色为基调，白色飘板将起伏的建筑体衔接成整体，极具现代感和艺术气息。中心内部划分为东西南北4个区域，主要包括新世纪环球购物中心、天堂岛海洋乐园、洲际酒店和中央商务城等。其中，洲际酒店被打造成亚热带海滨型酒店，以轻松、优雅的欧式设计为主调，色彩清爽明快，为入住者提供独特的度假体验。天堂岛海洋乐园则是一座室内恒温水上乐园，设有各类大型水上游乐设备，如大喇叭、大回环、合家欢、高速滑道等，特别适合暑期带孩子们前来畅玩。乐园内还设有儿童摩天轮，既安全又有趣，是家庭出游的理想去处。中央商务城拥有16个独立办公入口，层高在3.8至7米之间，提供宽敞舒适的办公环境。中庭花园和绿色生态走廊让办公区更加生态化、景观式，并配备会议中心、商务会所、员工餐厅、健身中心等多种设施，满足各种商务需求。成都环球中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，它融合了娱乐、商务、购物和度假体验，成为成都这座城市的象征，为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和商务人士提供无与伦比的享受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成都的一些必去景点的介绍，不知道哪个是您迫不及待想到达的目的地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。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，欢迎点赞加订阅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